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2月的这个城市，天还是冷得很。陈景行推开家门的时候，客厅里黑漆漆的，只有卧室透出一丝光亮。他换了鞋，轻手轻脚走过去，看见苏雨薇正坐在床边，手里拿着手机，眼眶红红的。咋了？陈景行在他身边坐下，递过去一张纸巾。苏雨薇接过纸巾，擦了擦眼角，没啥，就是心里不舒坦。陈景行知道媳妇这性子，不是大事不会哭。他没说话，就静静坐着，等他自己开口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苏雨薇才说：“我爸下个月初8过60大寿，在皇冠假日酒店订了宴会厅，请了所有亲戚朋友，这是好事啊。老爷子60大寿，咱们得好好准备准备。”陈景行说。苏雨薇苦笑了一下：“准备啥？人家根本没打算请咱们。”陈景行愣了一下：“啥意思？我表妹刚给我发消息，说我爸给所有人都发了请帖，就是没给咱们。我给我妈打电话，她支支吾吾的，最后才说实话。”苏雨薇说着，眼泪又下来了。他说：“我爸嫌你穿得寒酸，开个破大众带出去丢人，还说那天骑士节要来，就是我爸老同事的儿子刚收购了一家科技公司，想让我去见见。”陈景行听完，心里明镜似的，这老岳父打的是啥算盘？他能不知道？结婚3年了，苏建国没给过他一个好脸色，每次家庭聚会，不是说他没出息，就是说他配不上苏雨薇。陈景行都忍了，不是他没脾气，是看在媳妇的面子上。别哭了，岳父不想咱们去，咱们就不去。陈景行拍拍苏雨薇的肩膀：“那天我带你去吃好吃的，看电影，过咱们自己的小日子。”苏雨薇靠在他肩膀上：“你不生气？生啥气？日子是咱们自己过的，又不是给别人看的。”陈景行说得轻松，心里却已经有了主意。夜深了，苏雨薇睡着了。陈景行轻轻起身，走到书房，打开电脑，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。这张平常看着老实巴交的脸，此刻多了几分精明。第2天一早，陈景行照常开着那辆大众去上班，车是5年前买的，10来万，在这个城市不算啥好车。同事们都劝他换车，他总是笑笑说：“能开就行，又不是靠车挣钱。”谁也不知道，这个穿着普通、开着破车的陈景行是华腾资本的执行合伙人，手里管着几10个亿的资金。到了办公室，陈景行先给助理小王打了个电话：“帮我查一下，有个叫骑士节的，最近是不是在到处说自己是咱们公司的？”小王效率很高，1个小时后就有了消息：“陈总，查到了，这个骑士节确实在外面冒充咱们公司的投资经理，还说自己刚收购了一家科技公司，其实那公司就是个空壳，靠给人做外包混日子，欠了一屁股债。”陈景行笑了：“行，我知道了。”挂了电话，陈景行又拨了另一个号码：“老周，是我。”电话那头传来爽朗的笑声：“景行啊，好久没联系了，最近忙啥呢？”周宏远本是地产大亨，5年前公司差点破产，是陈景行帮他引进资金，才有了今天的周氏地产。有个事想麻烦你一下。陈景行说：“下个月初8，皇冠假日酒店，你有空吗？”“有空啊，咋了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对了，把老李和小张也叫上。”李思成，连锁餐饮巨头，陈景行是他最大的股东之一。张浩然，科技新贵。陈景行的天使投资让他从一个程序员变成了亿万富翁。这几个人
在本市商界都是呼风唤雨的人物。陈景行挂了电话，看着窗外，嘴角露出一丝笑意。老岳父啊，老岳父，你不是要面子吗？我就让你看看啥叫真正的面子。这几天，陈景行表现得跟平常一样，下班回家，做饭洗碗，陪苏雨薇看电视。苏雨薇有时候还会因为父亲的事情不开心，他就哄他，带他出去散步，买他爱吃的糖葫芦。苏建国那边倒是热闹，他在老同事群里、亲戚群里不停地发消息，说自己60大寿，在皇冠假日酒店摆酒，让大家都来。我请了几个重要的朋友，大家都穿体面点。他在群里说，有人问景行和雨薇也来吧。苏建国回复，他们有事来不了。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是咋回事。这些年，苏建国没少在人前说陈景行的不是，说他一个月就挣那么点钱，买不起房子，开个破车，配不上自己女儿。转眼到了寿宴前一天，苏建国特意去理了发，还买了一套新西装。他站在镜子前，左看右看，越看越满意。老赵，你说我这身行不行？他问老婆赵凤兰。赵凤兰正在厨房忙活。行，咋不行？你都快60的人了，还臭美啥？你懂啥？明天齐世杰要来，人家可是华腾资本的投资总监，年薪几百万，我得给人家留个好印象。苏建国说，那景行和雨薇真不来？赵凤兰还是有点不忍心，不来最好，省得丢人。你看看陈景行那样土里土气的，带出去我都嫌丢脸。苏建国撇撇嘴。晚上，苏建国又在家族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，明天大家记得早点来，我还请了几位贵客。群里立马热闹起来，大家纷纷祝福。只有苏雨薇看着手机发呆。陈景行走过来，搂着他的肩膀，别看了，明天我带你去买衣服，晚上去吃法国菜，你真不生气？苏雨薇问。真不生气。陈景行笑了笑，早点睡，明天还要逛街呢。这一夜，苏建国兴奋得睡不着，想着明天的风光。苏雨薇也睡不着，心里堵得慌。只有陈景行睡得踏实，因为他知道好戏还在后头。初8这天，天气不错，太阳出来了。皇冠假日酒店3楼宴会厅早早就布置好了，红色的地毯，金色的拉花，墙上贴着寿字，看着就喜庆。苏建国穿着那套新西装，站在门口迎客。亲戚朋友陆续到了，他脸上的笑就没断过。建国，今天你是寿星，气色真好。哪里，大家来了就好。上午10点多，一辆红色的玛莎拉蒂停在酒店门口。齐世杰下了车，一身名牌，头发梳得油光锃亮。苏叔叔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齐世杰递上一个精美的礼盒，苏建国赶紧迎上去。世杰来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他拉着齐世杰就往里走，逢人就介绍，这是齐贤直，华腾资本的投资总监，年轻有为啊。齐世杰也不谦虚，跟着苏建国到处敬酒。苏叔叔，我们华腾资本最近在看几个项目，都是独角兽级别的，等有好机会，我一定想着您。宾客们听了，纷纷恭维，有几个做生意的还偷偷塞名片给齐世杰，想攀上这层关系。苏建国看在眼里，心里那个美啊！他想，要是雨薇能跟齐世杰在一起，那该多有面子。至于陈景行，他压根没放在心上。正热闹着，酒店经理急匆匆跑进来，脸上有些为难。苏先生，楼下来了几位客人，说是来参加寿宴的，可名单上没有他们的名字。苏建国皱眉，谁啊？
没请帖就让他们走。今天我这儿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。经理擦了擦汗，是周氏地产的周宏远周总，还有思成餐饮的李思成李总。话没说完，整个宴会厅突然安静了。这几个名字，在场的人谁不知道？那都是本市商界的大人物，随便一个人的身家都能买下10个8个皇冠假日酒店。苏建国傻了，嘴巴张了半天，才挤出一句话：“你说谁？”周宏远周总，李思成李总，还有一位张浩然张总。经理又说了一遍。苏建国的腿有点软，赶紧扶着桌子站稳。这些大人物，他做梦都想认识，可人家哪会搭理他一个退休的小干部？今天怎么会来他的寿宴？快请！苏建国声音都变了调，他急急忙忙往外跑，西装都顾不上整理。赵凤兰也慌了，跟在后面小跑。宴会厅里的宾客们都站了起来，交头接耳，猜测着这几位大人物为啥会来。齐世杰更是激动得手都在抖，这可是他做梦都想巴结的人物啊！要是能搭上线，以后还愁没生意。楼下大厅里，周宏远正在跟李思成聊天，两人都是一身休闲装，看着随意，但那气场一看就不是普通人。苏先生，周宏远看见苏建国，主动伸出手，冒昧来访，听说今天是您的寿辰，特来祝贺。苏建国受宠若惊，两只手握着周宏远的手，激动得说不出话。李思成也笑着说：“我们几个老友今天正好有个饭局，就在楼上的总统套房。听说这里有寿宴，想来讨杯寿酒喝。苏先生不会介意吧？”“不介意，不介意，哪能介意啊？几位能来，是我的荣幸。”苏建国连连点头。张浩然最年轻，看着也就30出头，但谁都知道他的科技公司去年刚上市，市值几10个亿。苏先生，生日快乐！张浩然也礼貌地打招呼。苏建国赶紧把几位贵客请到楼上。一进宴会厅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了过来。来，几位请上座。苏建国亲自安排座位，把最好的位置留给他们。齐世杰看准机会，赶紧凑上去。周总、李总，我是华腾资本的齐世杰，早就仰慕几位大名。周宏远看了他一眼，眉头微皱。华腾资本，你是哪个部门的？我怎么没听说过你？齐世杰脸色一变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是新入职的，在投资部。”“是吗？”张浩然拿出手机，“那我给你们陈总打个电话确认一下。陈总人很好，说不定还能给你升职加薪呢。”齐世杰的脸瞬间白了。不用了，张总。张浩然已经拨通了电话，开了免提。“陈总，我在皇冠假日酒店遇到一位自称是你们公司的齐世杰，你认识吗？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：“齐世杰，我们公司没有这个人。”整个宴会厅鸦雀无声。齐世杰站在那里，恨不得地上有个缝让他钻进去。苏建国也傻眼了，他刚才还到处介绍齐世杰是华腾资本的投资总监，现在被当场拆穿，脸都丢尽了。我是兼职的。齐世杰还想狡辩。够了！周宏远摆摆手，年轻人做人要诚实。就在气氛尴尬到极点的时候，周宏远的电话响了。“陈总，你到了，在楼下。”“好，我们这就下去接你。”周宏远站起身，对苏建国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老板到了，得下去迎接一下。”苏建国愣了。“周总的老板？”李思成解释道，“准确说是我们共同的合作伙伴，华腾资本的执行合伙人陈景行。这次我们几个的项目都是他牵头投资的。
听到陈景行3个字，苏建国如遭雷击，整个人僵在了原地。在场的亲戚们也都面面相觑。陈景行，这不是苏建国那个没出息的女婿吗？赵凤兰拉了拉苏建国的袖子：“老苏，他们说的陈景行，不会是……”苏建国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他不敢相信，也不愿相信，那个开拓大众的陈景行，那个穿得土里土气的陈景行，怎么可能是华腾资本的执行合伙人？可是周宏远他们已经往外走了，苏建国只能硬着头皮跟上。宴会厅里炸开了锅。陈景行是雨薇的老公吗？不会吧，建国不是说他没出息吗？这到底是咋回事？苏雨辰也懵了，他这个姐夫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，每次他借钱都是几千几千的给，还要叮嘱他好好干。难道姐夫一直在装穷？电梯门开了，几个人从里面走出来，走在前面的正是陈景行。今天的陈景行跟平时判若两人，一身剪裁合体的深蓝色西装，皮鞋锃亮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他身边的苏雨薇穿着一袭酒红色的晚礼服，挽着他的手臂，优雅大方。岳父，听说今天是您的寿辰，我和雨薇特来祝贺。陈景行微笑着说。苏建国站在那里，嘴巴张了半天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周宏远走过去，恭敬地说：“陈总，刚才我们正在聊新项目的事，上次您提到的那个方案，我们已经在推进了。”李思成也说：“陈总，供应链升级的事，我们已经开始实施了。您说的对，必须要提高效率，才能降低成本。”张浩然最直接：“陈总，下个月的董事会，您能参加吗？有几个重要决策需要您拍板。”看到几位商界大佬对陈景行毕恭毕敬的样子，所有人都震惊了。苏建国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他想起这3年来，自己在亲戚朋友面前是怎么说陈景行的：没出息，配不上雨薇，一个月就挣那点钱。现在想想，自己才是那个最可笑的人。宴会厅里安静的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。陈景行拉着苏雨薇，慢慢走到苏建国面前：“岳父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”苏建国的嘴唇哆嗦着，半天才挤出一句话：“你真是华腾资本执行合伙人陈景行。”陈景行淡淡地说：“岳父要是不信，可以上网查查。其实不用查了，周宏远他们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一切。”赵凤兰悄悄拉了拉苏建国，小声说：“老苏，咱们是不是误会景行了？”苏建国没说话，脸憋得通红。这时，苏雨辰突然跳出来：“姐夫，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，你看，我就说姐夫肯定有本事。”陈景行看了他一眼：“是吗？那你借钱说创业，为啥全拿去赌博了？”苏雨辰的脸瞬间白了：“姐夫，我那是上个月你在金沙城输了30万，还是我找人把你捞出来的。要不是看在雨薇的面子上，我早就报警了。”陈景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刀子一样。苏雨辰低下头，不敢说话了。苏建国这才知道自己这个儿子干了啥事，他气得浑身发抖：“你个不争气的东西！”岳父，您先别生气。陈景行说：“今天是您的大日子，过去的事就不提了。”他停了停，看着苏建国：“我知道您一直看不起我，这3年来，您在亲戚朋友面前说我没出息，说我配不上雨薇。这次过寿不请我们，还想让雨薇跟别人相亲。”苏建国想解释，但张了张嘴，啥也说不出来。“我之所以一直低调，
是想看看您的真实想法。陈景行继续说，一个人有钱没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品。可惜您让我失望了。宴会厅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，亲戚们都不敢说话。他们想起平时苏建国是怎么在他们面前贬低陈景行的，现在看来，小丑竟是苏建国自己。齐世杰想偷偷溜走，被保安拦住了。齐先生，请您跟我们走一趟。2个便衣警察出示了证件。原来齐世杰冒充华腾资本的人四处行骗，已经被好几个人举报了。陈景行早就让人报了警，就等着今天收网。齐世杰被带走的时候，苏建国的脸更难看了。他今天本来想借齐世杰撑面子，结果面子没撑成，反倒丢人丢到家了。岳父，陈景行的声音把苏建国拉回现实。我今天来不是为了羞辱您。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我给您准备的寿礼。苏建国颤抖着手接过文件，打开一看，是一份股权转让书。这是一家医疗科技公司15%的股份，市值大概3000万。陈景行说，这家公司专门研发老年人健康监测设备，我想您退休后可以参与经营，也算老有所为。3000万，在场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，这手笔也太大了。苏建国拿着文件的手抖得更厉害了。这太贵重了。不贵重，陈景行说，只是有个条件。苏建国抬起头，眼睛里有了一丝希冀。从今以后，请您尊重雨薇的选择。陈景行看着苏建国，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用钱和地位来衡量的，真正的体面是人品和修养。这话说得不重，但每个字都敲在苏建国心上。他想起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，想起自己是怎么因为虚荣心而伤害女儿的，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。景行，是我有眼无珠，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雨薇。苏建国当着所有人的面深深地鞠了一躬。陈景行赶紧扶起苏建国，岳父，您这是干啥？今天是您的大日子，应该高高兴兴的。苏建国抹了抹眼泪，我哪有脸高兴？这些年，我因为自己的虚荣心，让雨薇受了多少委屈。他转向苏雨薇，闺女，是爸对不起你，爸就是个老糊涂，光想着面子，没想着你的感受。苏雨薇也哭了，扑到苏建国怀里，爸，别说了，都过去了。看着父女俩抱头痛哭，陈景行心里也不是滋味。他不是真想让岳父难堪，只是想让他明白一个道理：这个世界上比面子更重要的东西有很多，比如亲情，比如真心。周宏远走过来，拍了拍陈景行的肩膀：老陈，你这一手玩得漂亮，不过差不多得了，老人家也知道错了。李思成也说，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和和气气的多好。陈景行点点头，走到苏建国面前，岳父，过去的事就翻篇吧，以后咱们好好的。苏建国握着陈景行的手，用力点头，好，好。这时赵凤兰端着酒杯过来，景行，妈以前也有不对的地方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来，妈敬你一杯。陈景行赶紧接过酒杯，妈，您这是干啥？应该我敬您才对。一家人终于和好了，宴会继续进行，气氛反倒比之前更热闹了。亲戚们纷纷过来敬酒，之前那些在背后说陈景行坏话的，现在恨不得把好话都说尽。陈景行都是淡淡一笑，来者不拒。他知道这些人就是这样，踩低捧高，没啥好计较的。苏雨辰也过来了，低着头，姐夫，我错了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干。
不赌了。陈景行看了他一眼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安排个工作，但要是再犯，谁的面子都不好使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苏雨辰连连点头。寿宴结束，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。陈景行和苏雨薇送苏建国老两口回家，路上，苏建国一个劲地问陈景行的公司情况，听得直啧舌。你说你管着几10个亿？苏建国瞪大了眼睛。差不多吧。陈景行笑笑。那你咋不早说呢？你也没问啊。苏建国想想也是，自己从来没真正关心过这个女婿，光顾着嫌弃他了。到了家，苏建国拉着陈景行不让走。景行，今天的事我得跟你道个歉，岳父都说了翻篇了，不行，必须道歉。苏建国很认真，我这个人活了大半辈子，今天才明白一个道理，面子这东西，你越想要，越得不到。你不在乎他，他反倒来了。陈景行笑了，岳父看得透，我哪看得透？要不是你今天这一出，我还在那自以为是呢。苏建国叹了口气，景行，雨薇能嫁给你，是她的福气，也是我们家的福气。从岳父家出来，夜已经深了，街道上路灯昏黄，偶尔有车经过。陈景行和苏雨薇手牵手，慢慢走着。你早就计划好了？苏雨薇问。也不算计划，就是想让岳父明白一些事。陈景行说。那你为啥要给他那么贵重的礼物？3000万啊！陈景行停下脚步，看着苏雨薇。因为他是你爸爸，不管他怎么对我，他都是你爸爸。我希望你开心，希望你们一家人都好好的。苏雨薇眼睛又红了。你怎么这么好？因为我爱你啊！陈景行刮了一下他的鼻子。再说了，钱是身外之物，能让岳父明白这个道理，比啥都值。两人继续往前走。不过，陈景行突然说，以后岳父应该不会再嫌我丢人了吧？苏雨薇扑哧笑了。他现在恨不得逢人就说你是他女婿呢。那可不行，我还是喜欢低调。你就装吧。月光洒在两人身上，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远处，苏建国站在窗前，看着女儿女婿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想起年轻时候的自己，也是这样牵着老伴的手，走过一条又一条街。那时候没钱，但很快乐。后来有了点小权利，反倒迷失了。老苏，在想啥呢？赵凤兰走过来。我在想，咱们是不是老糊涂了？这些年光顾着面子，把最重要的东西都忘了。赵凤兰叹了口气，谁说不是呢？还好，现在明白还不晚。是啊，不晚。苏建国笑了。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，不想那些虚的了。夜深了，这座城市渐渐安静下来。有人在这一夜里失去了虚假的面子，却找回了真实的亲情。有人在这一夜里放下了伪装，展现了真实的自己。生活就是这样，兜兜转转，最后才发现，最珍贵的东西一直在身边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